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在这一期的节目里，我继续和大家分享我妈妈小时候的故事。妈妈的小学每学期收1块钱的学费，但是就算是这1块钱的学费，妈妈读1年级时，也是外婆向邻居借的。外婆说，无论如何也要让妈妈上学，自己没文化，白白吃了很多苦，不能再让自己的女儿受这个苦了。喝粥尽管喝粥，学是一定要上的。但是在妈妈读完初中2年级以后，外公、外婆轮流生病，一个人刚生完病，另一个人又生病倒下了，家里再也拿不出学费了，借也没法借了，只能停学。妈妈的班主任老师觉得妈妈聪明，悟性好，是块读书的料，这么早辍学很可惜。老师找到了我妈妈家，努力说服我外婆，让我妈继续上学。在这边，老师主动上门到学生家，了解学生家庭状况，我们称之为家访。我在加拿大从来没有听说过家访，但是在中国，家访很常见。我读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，也有老师来家访。我上个月回国，一个在银行里工作的好朋友告诉我，他的上司也去他家家访。这种工作上的家访，我就无法理解了，因为我所接触到的加拿大的工作环境里，一般工作和私人生活是比较分离的。我觉得采访我的对象，还有看我家有多大，对于评估我的工作能力没有什么作用。去妈妈家家访的班主任是个城里来的老师，看到我妈从地里跑来，脏兮兮的，一身泥土，像个小泥人，穿着破破的衣服，心生怜惜，觉得她很可怜。那个时候，我妈妈和舅舅一年只有过年的时候做一套新衣服，平日里也就这么一套衣服，脏了就洗，等干了再穿。干农活的时候，就穿补过的旧衣服。平日里这套新衣服是舍不得穿的，下地的时候更不用说了。老师在看我妈家的房子，是很久以前盖的老房子，可能是爷爷的爷爷那时候传下来的吧。外墙是石头搭成的，内墙是竹子、泥土和稻草混合而成的。墙上粉刷的石灰已经脱落，
露出里面支撑的竹子，墙是不能靠的，不然就倒了。家里也就一张床，一张老式的木床。妈妈小的时候，一家人共用一张床。后来长大了，在地上垫稻草，在稻草上摊着席子睡觉。屋子中间只有一张小圆桌，全家吃饭，外婆做针线活，孩子写作业，全在这里。家里还养了鸡，有一地的鸡屎。班主任老师看到我妈妈家这么穷，不忍心看到我妈妈退学，他向校长申请，最后校长减免了我妈妈初中2年级和初中3年级的学费。快到毕业考的时候，也就是初中升高中的考试，校长还悄悄给了我妈钱，让她买点好的饭菜。初中升学考试结束，我妈妈考得很好，分数很高，上了中专的分数线。师范学校是培训老师的学校，学生将来毕业当老师。80年代的时候，国家重视教师资源的培养。60、70年代，文化大革命打压了原有的老师，也没有培养新的老师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中国的教育系统在80年代又发展了起来，读书的孩子变多了，所以导致老师不够。国家提高老师待遇，师范学校不收学费，每个学生还有生活费补助。将来师范毕业后，国家还会安排工作。这对我妈来说太好了，按她的家境，哪有钱读高中？读师范正好，这样也就减掉了因我妈上学给外公外婆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。而且我妈将来自己当了老师，也可以像她的老师一样去回报更多的学生。我妈考进师范是一件大喜事，十里八乡能考进师范的凤毛麟角，非常少。因为能考入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往往是一个学校整个年级里成绩最好的2、3名学生之一。考入之后，学生的户口也从农村迁入城市。这时，一般像这样的学生，家里会在饭店里订一桌饭菜，请孩子的老师来吃。但是我妈的班主任老师拒绝了外婆的这一顿饭，他不忍心来吃，外婆家实在太穷了。外婆买了糖和烟作为礼物，可是老师也不收，让外婆把糖和烟退回到商店里去。也就在那年夏天，
外婆和妈妈抬了自己种的大西瓜送到学校里去。西瓜很重，外婆和妈妈娘俩抬着西瓜，不断地换肩膀，走了停，停了走。学校很远，距离家有5、6公里。妈妈在师范里，每个月可以领到15块钱的生活费。15块钱的生活费可好了，帮助我妈解决了读师范3年的温饱问题，可以在食堂里买饭菜，也可以买1年4季的衣服。外公外婆就不用再为女儿上学需要钱的问题发愁了。当我妈妈的同学在谈论用钱去买什么好吃、好看、好玩的东西的时候，她就在图书馆里看书。3年的师范毕业后，妈妈被分配到了一个农村小学教书，1个月的工资是108块。妈妈把钱都给了家里，家里太需要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了。后来家里也添置了一台电视机。好笑的是，外公总是怕有小偷来偷家里的几块钱，所以把钱东藏西藏，有的时候藏在衣服里，有的时候藏在床下面，换来换去，到后来自己都忘记把钱藏在哪里，找不到了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在下一期里，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童年的故事。